呀，这不隔壁老王大哥吗？有啥事儿啊？我这有3000块钱，给你的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咋的？亲我一口就行。3000块钱？就一口亲一口就行。对，就一口。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干啥呀？老王大哥那3000块钱送了没？啊？你咋知道呢？他欠我的。哎呀，完了！欠你的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送来了。你以为只有现在的男女之间才会有套路吗？我就告诉你，从古至今啊，都是套路。古时候男子上门提亲，如果长得好看，姑娘满意的话，就会一脸娇羞地说：“女儿终身大事，全凭父母做主。”如果长得不好看、不满意的话，姑娘就会说：“女儿还想在父母身边多孝顺2年。”古时候，英雄救了美女，如果英雄长得特别帅，姑娘就会一脸娇羞地说：“英雄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愿以身相许。”如果长得不帅，姑娘就会说：“英雄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唯有来生做牛做马，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。”如果姑娘长得好看的，英雄就会说：“姑娘此话当真。”如果长得不好看，英雄就会说：“姑娘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”哎呀，你看是不是全是套路？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难搞哦。夫妻2个谁管钱更好？你发现没有？当男人把钱交给女人以后，会发生一个神奇的现象：你给他700，他会想办法凑到1000；你给他7000，他东拼西凑也给你鼓捣到1万，给你存起来。还有，你带他出去逛个商场，他一会儿累了，一会儿腿酸，一会儿脚腰疼，这舍不得买，那舍不得吃，买杯奶茶都嫌贵，最后就搞了瓶2块钱的矿泉水回家了，因为他感觉这个钱是他自己个儿的，他花了他心疼。如果你不给他管钱，你给他700，他能花1100；你给他7000，他能花个11000，因为他感觉这个钱反正又不是我自己的，不花白不花，花了也不心疼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听妞一句劝，要想存上钱，老婆得掌权，财政大权老婆管，家庭幸福更美满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社会上一些奇怪的现象，听完了你一定会有所感受的。那么到底有哪一些呢？我们先来说一说这第一，未婚同居的越来越多，可是这婚后同居的呢却越来越少了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父母过世之后自己不哭，反而花钱雇人来哭，难道你们不心疼，你们不难受不伤心吗？这第三点啊，就是有一些宝妈明明自己的奶水非常充足，可偏偏要给孩子喝奶粉，还说什么奶粉要比母乳的营养价值高。那第四呢，就是努力工作的人基本上不会来事儿，而会来事儿的人呢基本上都不做事。这第五就是现在一个小孩需要2代人来负担上学，还需要买学区房。第六，孙子没有养奶奶的义务，这奶奶也没有养孙子的义务。可是呢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孙子啊大多数都是由奶奶来带的，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，上学送放学接，把奶奶累得跟孙子一样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哪个奶奶是袖手旁观的呢？没有吧。第七，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父母是不闻不问，不管不顾啊，生病了也不管不看。这父母要是生病了，或者是需要点钱，问儿女要钱的时候，他们给父母点钱是横竖都不愿意啊，那叫一个心疼啊。可是呢，他的宠物一旦是生病了，那可不得了，那叫一个细心照顾，陪伴左右，花钱如流水，一点都不心疼。对这个猫猫狗狗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。第八，就是物业是业主请来管家的，业主本来就是主人，可这个物业呢，他是来服务的呀。但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这个物业比业主还要霸道，他给业主定了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，稍有不满意他就给你停水停电。第九，上班一个月2、3千的人却看不起一个月入过万的外卖小哥。第十，现在有一些女性啊，用着10级的美颜相机，各种自拍，拍出来的照片那叫一个自信，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倾国倾城的人，哪个男的啊都配不上他。还有就是现在这个交通啊越来越发达了，但是呢亲朋好友的关系呢越处越淡了，越走越远了。再有啊，就是这小姑娘不喜欢小伙子，却喜欢上了大叔。说起这也怪啊，那些小伙子也不怎么喜
喜欢小姑娘了，他们却非常喜欢大姐，非要娶一个大姐回家过日子。这烧香的也不一定是善人，乞讨的不一定是穷人，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，可能是唐僧，同床的不一定是夫妻，可能是兄弟。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去理解这些现象呢？评论区咱们一起聊一聊吧，关注我，分享更多的社会百态。我的内裤放哪里了？放在空气炸锅里。你不放衣柜里，你放空气炸锅里干嘛？炸熟了给你吃呗。啊？那你都知道在衣柜里，你还过来问我干啥？你别笑。行。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出去给我买点卫生巾。去哪里买啊？有人去西天买，还路过女儿国，你顺便玩一趟啊？西天那么远，我不去，家门口就有商店啊。那你都知道家门口还有商店，你还过来问我？我现在去。老婆，卫生巾买回来了，现在用吗？有人不用啊？我都买回来了，为什么不用啊？等什么啊？等我失血过多，等我死了再用。快点扶起来！老婆，先扶胳膊还是先扶腿啊？我现在最羡慕的就是猴子，进化的刚刚好，既不用上班，也不用上桌。不上班那是经济问题，上了班那是精神都出了问题。几千块钱的工资，却要承受上万倍的辛苦，难道这就是千辛万苦吗？人会活得累，所以叫人类；人每天都很烦，所以叫烦人；一生都要干活，所以叫生活。放个假跟欺骗一样，所以叫假期。因为老是板着脸，所以叫老板。现在我每天上班压根就不用带饭，因为啥？老板画的饼，同事给的瓜，自己摸的鱼，还有领导甩的锅，根本就吃不完。我刚才给自己算了一卦，五行缺房，命里缺地，卡里缺钱，情场缺爱。现在除了没人疼，我浑身上下哪儿都疼，得劲儿。昨天我过生日，然后我老妹儿把我生日给忘了，然后我男朋友把我生日也忘了。我这一瞅没人过生日了，我就心情挺不好。然后快下班啥老板来了，说你今儿咋心情不好呢？我说我今儿过生日没人给我过。当时老板特别贴心，说你今晚上俺家我给你过。好老板。对啊，当时我也没多寻思，我就去了嘛。去了之后，老板说你等我10分钟。我寻思他让我等这10分钟，我寻思他去洗澡去。然后过10分钟之后，老板推蛋糕出来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多好啊！关键他推蛋糕出来，同时他也出来了，我男朋友也出来，还有公司同事都出来了。那多好啊，都来给你庆生啊！我他妈当时脱光了，嚯！怎么判断两个人是不是夫妻？吃饭的时候呢，如果这个女的结账，那肯定是夫妻；男的结账呢，他就不一定是夫妻。如果这个男的和女的手牵着手走路有说有笑的话，他不一定是夫妻。那个一前一后，男的快走一步还回头使劲催住这个女的哈，那肯定是夫妻。超市里面买东西，如果女的仔细选东西，男的东张西望，时不时的敷衍回复一下哈，那是真夫妻。如果这个男的拿起东西哈，不停的询问女生的意见哈，那不一定是夫妻。那个商场买衣服的时候更好辨认了哈，在等待区坐着的像个大爷一样的，那肯定是夫妻。其他的哈一定不是夫妻。但是当你生病住院能够陪在你身边的哈，那你一定是真爱。